页，魏蜀三国争霸从此揭开序幕呀！又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婷婷啊，我婷玩游戏感觉非常菜鸟啊，一上来就挨干，就感觉就不是大神，你知道吧啊？当然了，咱们这次呢是给大伙做一个诸葛亮的一个反路秒4，大伙可能不太了解啊，诸葛亮的秒4呢，其实。很多人说，哎，诸葛亮不是最多秒5吗？那兵剑秒法啊，那兵剑秒法。其实这个反路秒4啊，想一想也是挺屌的啊，也挺屌的。刚开的录像啊，刚点的录像啊，这个没点录像的哥们儿真的是有东西的啊。看看传说中的三国战记119，婷婷表演诸葛反路秒4啊，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诸葛亮的这个秒杀呢，很多人说诸葛亮这么厉害牛逼的人物，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赵云一个体积的啊，你错了啊，因为诸葛亮太弱了啊，因为诸葛亮这人适合龟，适合抠，你想让他这个秒杀你有点白扯，但是也能秒，至少比那什么啊，至少比什么那个魔张飞啊、白黄忠啊要牛逼啊。这个白黄忠目前呢是天王最多秒3，我以前解说白黄忠是秒2的啊，也是秒3出了啊，秒3出炉了。这个当然也都是天王难度了。咱们这次做啊，很多人说小狼你这个诸葛亮秒4秒5都做过呀，而且这个做过2场，你这第3次再做什么意思？前面2场呢是不同的玩法啊，这一场呢是天王难度。这就是婷婷啊，她给发的这个录像，她就为啥牛呢？就是天王难度啊，她牛就牛在这儿了，懂吧？啊，能晓得吧？啊，急，好了，看看马超不搭剑也是4啊，也是4。诸葛亮跟马超还挺像的。好了，看看诸葛亮知道相对论不？其实说句实在话啊，这个今天看了这个黑洞照片之后呢，也一样。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他公布这个照片，一共2个结果。第一个是颠覆了人对黑洞的认知，第二个呢是支持以前的理论。如果要是颠覆了认知的话，我觉得早就有这个东西流出了。没有流出的话，什么叫没有流出？大伙了解什么意思吧？就是哎，一旦观测就跟爱因斯坦完全的不一样。那么早就会有科学家站出来说，哎，这个爱因斯坦是错的，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爱因斯坦是对的。今天咱们看这个照片，也只不过是一睹芳容而已啊。当然呢，这个咱们现在看的这个他这个成像这个照片呢，通过了无数的努力，最后看了这张照片。事实上，我告诉你，那背后的努力可大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啥呢？还有就是那张照片吧，那张照片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人一种感觉像啥呢？就是这个东西很大，这个东西很大，这个东西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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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然后呢，咱们拿肉眼睛看，用眼睛看，眯着看，怎么看，戴眼镜看，就看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还是一个非常不模糊，它的成像和分辨率啊，也只是那么回事而已。在我的，他不都说了吗？就像你看这个屏幕上的月球一样，屏幕上的这个月球呢，这个顶上这个苹果也就这么大了。啊，所以说还是不清晰，重要的事情说3遍还是不清晰啊，所以说有这么回事了啊。好了，很多人说这个不是秒杀吗？怎么第一个 BOSS 不秒杀呢？啊，没法秒啊，就是秒不了，秒不了，知道啥意思吧？啊，当然呢，这个咱们诸葛亮要秒的话呢，是一定要秒这个，一定要先秒一个梦幽，不要小看秒梦幽啊。诸葛亮秒这个梦幽相当于难的要死，相当难啊。诸葛亮秒这个梦幽的话。需要很牛逼的手法，手速等等。好了，看看，一会儿你们看一看吧。啊，姓孟的，你们知道姓孟的，一般都是要逮着姓孟的秒啊，对吧？还有就是姓魏的和姓孟的，你们想一想啊，都有谁？跟你们说啊，黑洞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很多人说掉进黑洞里怎么样，有好多设想啊，这个你比如爱因斯坦他也说了啊，就是你别说看都看不到，你还想掉进去？但按照他的理解呢，掉进去人会被拉成兰州抻面啊。
比如说你掉下去的话，你按照理论上来讲，你会变成一个兰州抻面，但是你又看不到自己怎么变的啊。别人看见你的话呢，你会掉，看着你往下掉到世界仙界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仙界的那个点上，你会发现你就不动了，不动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从一个100%的透明度啊，就是0%的透明度，最后变成100%的，你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个柿子放在这儿，它就变得越来越淡，就是甚至到最后越来越透明，到最后就没了，知道什么意思吧？但是这个所谓的最后很长时间，对吧？就是你懂的啊。沙漠科有冰剑秒啊，冰剑秒沙漠。好，来看看。诸葛亮超，我跟你说，婷婷她让人最感觉理解不了的啊。同样是《三国战记》大神，这个婷婷嘛，她作为一个女孩子吧，她玩游戏是有很强的这个目的性啊，就是很强的目的性。她这个跟男人逛街似的，男人逛街就是很强的目的性。你会发现，男人玩游戏的这个细心程度比女人的逛街的细心程度是一样的。女人逛街，比如说我要买条裤子，但是她会花3-4个小时把所有商场的地方逛一遍，所有都试穿试玩一遍，试看一遍，然后最后买了个裤子走了啊。男的买裤子是啥？男的买裤子就是进去商场看这边有卖裤子的，直奔那个卖裤子的地方试一下，然后直接买走了啊。消费方式不一样，玩游戏也是，玩游戏你会发现，女的玩游戏就是，比如说我想看这个游戏啊，玩这个游戏，那我玩这个目的我要通关啊，我通关。男的玩这个游戏就不一样了啊，我要这样通关，我要试试这个结局，我要那样通关，我试试那个结局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不一样，我要打出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样的奖杯，玩的不一样啊。好，来看看。就掉进去饿死的，科幻电影里面掉到黑洞里面的设想，就《星际穿越》里面是最出名的了啊。他掉进去，你看就知道啊。掉进去呢，他说这个黑洞呢，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然形成的黑洞，它这个黑洞呢是通过虫洞转移到这里面之后呢，有超大质量，有引力，但是呢是。生活在5维空间啊，大家明白，空间不是时空啊，5维空间的这么一个未来的这个人类，然后呢，他打开了这么一个立方体，这个立方体呢，对吧？这个立方体呢，他告诉你啊，你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你进来这个立方体呢，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做完这件事儿呢啊，未来的人类你有因，他才有果。但是呢，因为呢，未来的人回来给你的一个提示，所以说未来的是因，你这是果，两边互掐啊，这个有点像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总体来讲呢，很多科学理论呢都支持这个东西，比如说包括人脑的大脑开发程度，比如人脑的大脑开发程度呢，它开发到100%之后，像电影里面那个超体描写是不是啊？你就可以自由的切换时间、切换空间啊，包括你们看那个有个电影叫应该是吕克贝松拍的那个电影，应该叫《星际战队之千星之城》吧？那个电影里面，对吧？有一个星球去旅游的，那个星球看起来一片沙漠，但是你戴上它那个维度眼镜之后，维度面具之后，戴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了啊！去那儿旅游的，一个理论啊，就是咱们3维的生物啊，3维空间的生物。不理解4维空间生物是什么样的啊？不理解，更别提5维的了啊！在这里还是要说一句，很多人说啊，咱们现在生活的是4维时空，对啊，这句话没有错。但是4维时空并不是4维空间，4维时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知的这个三维空间加上一个时间线叫4维时空，就是它有时间的这么一个线。但事实上4维空间呢就不一样了啊！4维空间呢就是你了解的，就是大概上是啥呢？就是比如说一条线。2点一线，这个叫1维，一个面积有一个面儿2条线叫2维，3条线架构成一个3维的一个立方体。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啊，就这是个矩形是吧？一个立方体，这个立方体就是说白了，它就是3维的啊。咱们人类生活的3维的，包括太阳，包括对吧？包括太阳系，包括银河系，可观测宇宙，930亿光年，138亿寿命。这都是咱们3维的啊，再往后的话，你就是4条线形成了一个点，这就无法用这个咱们现在的3维东西表达出来啊。这个你只能说是能够你画出来之后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咱们看不着，
不知道咋回事啊。好了，看看一顿转，再飞轮，看看这些都是秒不了的 BOSS 啊，包括夏侯渊也秒不了。就是前期诸葛亮呢，咱们玩的啊，并不那么磨叽啊，这个该死死。我他妈感觉好像他要死了，他这个玩法太激进了啊！反正我曾经也是残血打这个，然后没死过。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懂啊？反正现在10级之后1、2、3非常快，所以说也并没那么难啊。我相信他是死不了的啊。2001太空漫游，我实话实说，我这个看完前几分钟也关了。我当时我就一直，然后我就没看。那也是经典的这个史诗级巨作。然后我看那个他们讲这个立方体啊，讲立方体也挺有意思的。就讲呢，这个宇宙间呢，根据现有的数学理论，这个几何学啊，这个一共只有几种立方体啊？一共是有5种是吧？啊，这个就是正立方体，大家伙儿知道啊，不是立方体，是正立方体啊。正立方体一共是有5种，是不是？好像是柏拉图说的是吧？其实好多东西吧，是数学很关键。很多人研究数学啊，最后研究物理，研究数学，最后研究哲学、神学，也是因为自己这个能力不够了啊，整不了了啊，他只能相信是神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加血了啊，就可以加血了。这个不是在线打的，所以说不用竞猜啊。我吃个柿子呲满手，我去。其实咱们这看二路走反路。其实简单的讲解一下啊，就是你像我说的，蚂蚁呢，你会发现，如果蚂蚁啊它不聪明，它会发现它的世界就是一个平面，它爬行在这个平面上走，它爬，对吧？它终于知道这个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可能只是我认知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的地方都是平面，比如说他爬在这个墙上，爬在小王的脸上，他也认为是一个平的。但是如果蚂蚁足够的聪明，它有了丰富的这个知识，它能感知到它的这个生存的是一个3维空间，比如说有重力啊，比如说有重力，对吧？比如说它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有引力的三维空间，它知道有重力，它知道它爬到上面的话，有可能会掉下来。他会很吃力，他往上爬，他会他的力用的很大。这时候如果他足够聪明，他有智慧的话，他就会考虑到我虽然说我不知道我的世界什么样的，我也看不到，我触手触到的，但是我知道我这么往上走，这个地方他就很吃力，他就会通过如果他会画画的话，他会把这个地球都画出来。他走遍了每一个地方，他会把地球画出来，因为他告诉你，哎呀，这个是有3维的啊，3维空间的。我现在是弯曲的，我是正在往高度爬啊，这高度呢越往高呢，我越吃力啊，等等的，他会认知到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像这个咱们人类的话呢，知道自己是在3维空间里，为什么有4维空间、5维空间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人类呢，他不知道，但是他能够计算得到，他不是一种光的一个设想，它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对吧？比如说，如果宇宙这么大，宇宙呢目前呢这个空间还在膨胀，他会觉得宇宙这么大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诞生了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这对吧？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对吧？啊，好了，这个心怀宇宙小狼，这个《三国战记》讲的感觉很彷徨啊。如果你想更优秀，北比打了就是这个情况啊。100年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吗？那你能说100年前的人类能猜到100年后的人类是什么样吗？猜不到吧，对吧？不好猜。但是呢，有几个重点的方向啊，很多重点的方向，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发展上，比如说物理学的突破性发展，比如说解决重力问题，解决这个咱们叫什么？咱叫能源问题。
100年后可能能源呢，咱们真的可以把核聚变呢变得非常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核裂变呢，咱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核技术。核裂变技术呢，其实是一种放射性非常高、污染非常高的这么一种东西，而且核裂变的话，它也是可消耗资源，就是说白了可用尽的，就跟汽油、煤、天然气是一样的，它可以暂时用尽的啊，除非说你再把地球尘封个几亿年，然后再形成煤。你像比如说煤、石油，这都是动物啊、植物的尸体，最后呢，对吧，形成的，对不对？那么你可以考虑到啊，这个如果是核聚变的话，核聚变呢，很多人最开始认为太阳是燃烧。那事实证明，太阳并不是燃烧，太阳只是核聚变而已。那么太阳核聚变，它的能量非常大，它的能量啊，它1秒钟所发出的能量，相当于地球从这个用能量开始，人类能量开始，把所有能量加起来，到今天都比不上太阳1秒钟所燃烧所发出的热量。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说，核裂变呢，很多人说核聚变没有核辐射吗？很微小，而且呢容易降解啊，就像很多人都知道，有很多餐盒啊，之所以很多人说啊，有一些快餐盒呢不够科学啊，不够环保，就是因为它降解特别慢。比如说现在咱们有一些核产品，比如说铀啊，比如说那个就是核裂变的这个原料，那么它呢，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像福岛的那个核裂变之后的污染啊，对人类的污染太严重了。而且呢，有的人为了核试验完了之后呢，那个核废料都只能是打个包，然后埋起来。万一打包埋起来之后呢，这个包泄漏了，那么对于这个当地就是一个，对吧，很重的一个污染。那核聚变就不一样，核聚变呢，很多人说那聚变的燃料是什么？告诉你很简单，氢啊，和氢的同位素。至于呢，这个怎么提取这个燃料是个问题啊，怎么提取这个核聚变是个问题。那这个比如说水里就可以提，如果是按照海水的话，海水呢虽然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海水也足以让人类能过上比如说200亿年。太阳都没了啊，太阳都没了，但是地球上这个能源够现在所有人类用能源能用好几百亿年，至少是那么可以用。那么你那么用的话，你想想啊，咱们可以进行星际旅行，就应该是最起码你有最基础的燃料啊，这个燃料呢，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地球上的这个燃料不够了，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像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木卫2是吧？啊，木卫2呢，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叫欧罗巴。欧罗巴这个星球呢，就是别看这个星球呢没有地球大，而且比地球小的很多，但是欧罗巴这个星球上的这个水储备量呢，是比地球上的这个储备量还要多很多的啊。所以说，当然在太阳系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你就可以补给。所以说啊，这个如果未来在星际旅行当中呢，你可以选择用这个核聚变的这个能源去做。但是呢，你有了能源，但是你的技术能不能达到这个极限？比如说能不能接近光速？对吧？能不能无限接近光速，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吧？这个就很难受了啊。所以说呢，科技，你问我100年之后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啊，100年之后的话呢，首先能源问题是主要，然后呢是人工智能问题，再就是说白了，科学的进步你们也懂的，关于人类的娱乐问题。100年以后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100万年以后的话，我相信人类的体能会退化，非常依靠这个科技，依靠科学。到时候人类可能是，就是脑部非常发达，但是体能非常的弱，它只能依靠一些，比如说像科技的帮助啊等等。欧罗巴表面全是冰，不是的啊。欧罗巴你们看最新的那个科技报道，它是有沟的，它每一个环节，它这个沟里面都会出水啊。当然呢，这个你有殖民星际的能力，这个哪个星球上作为这个，对吧？作为补给站，只要有水就行，那就简单多了。其实咱们通过观测来讲啊，就是很多你只要能移民星际。那水这个元素啊，不是很难找的啊？不是很难找的。你像这个未来殖民火星，就是挺难的吧？未来你说殖民火星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关于火星大气问题。关于火星，如果说咱们的这个飞行器，咱们的速度啊实在是太慢了。
对吧？咱们没有达到亚光速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人类如果达到了亚光速的这个能力的话，说难听点，哪怕是光速的1%啊，哈哈，对吧？咱不说亚光速啊，咱就说你是1%也好啊，是不是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有了速度呢，就可以，对吧？你就可以，至少你人类的寿命也是个问题啊，对吧？你总不至于到时候人类逆天改命，把自己的这个寿命改得非常长。很多人说那可以通过什么冷冻啊，冷冻，然后让这个人类，对吧？可以在星际移民过程当中。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星际旅行的时间，它殖民过去的时间，你就是冷冻了又能怎么样？时间还在进行，等待的人等待不起，这就难受了。好了，看看。这个一会儿啊是第一个可秒的 BOSS， 讲三国呢啊，故事咱们你狼哥讲太多了啊，偶尔讲讲天文，你狼哥发现还是挺屌的是吧啊？好吧，赶紧吧，这待会儿还有一个杜康酒啊。反正呢，咱们这个不走兵谏路线，你们也懂的啊。兵谏的话呢，这个诸葛亮是秒5，用兵谏秒5，大家伙可能觉得没意思，所以说不用兵谏秒4。因为那个马和曹操不被兵谏秒，所以说你看可以秒的，就是非常屌了啊！为什么一直搓呀？加气儿加分儿呗，这搓很正常啊。那你而且搓的话，你打气儿打的是最快的。如果你要是这个单 A 的话啊，这诸葛亮过了5级单 A 就不合适了，你懂吗？量子力学。真把你狼当全能啊！你狼还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量子物理学其实这个吧，很多人了解了一知半解，狼也是一知半解。这个东西它应用啊很多，它不是说光说你就是对，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可观测的宇宙和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薛定谔的猫啊等等的啊。你像这个很多事情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在观测它。如果你在观测它的话，它就是对吧？它就是确定性的。如果你看不到、你观测不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它是一切都是未知数的，都是不确定性的，它可能会产生出2种不同的结果。但是当你观测了之后，这个就可以消失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薛定谔这个猫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你说你这个观测这个是怎么样，但是那你说猫算不算观测者啊？观测者，所以说猫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猫它也是有灵魂，它也是有生命的，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举例吧，也是有点皮啊。来看看，哈哈哈哈！来，这个秒杀一定要好好解说了，兄弟们，准备好。傀儡娃娃，看看九节杖，一个9节杖接呼风唤雨，看一下。呼风唤雨，这个没有气儿了之后啊，爆气挑一下，追地血杀，再血杀，追地反 A 血杀。好的，这个秒法没有用到张灵剑啊。之前咱们诸葛亮的秒法呢是用到张灵剑的秒法，但是呢这个你懂的啊，这个就皮了啊，这就皮了。这是用9节杖配合就已经消失气管的呼风唤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个自己这个气管啊，这个就爆气的这个气管马上快消失的时候，练一个呼风唤雨，这个血量是非常多的，是利用9节杖接呼风唤雨，然后利用3追血杀单 A 血杀来这个秒掉的这么一个玩法。所以说咱们你看人类的智慧啊，非常屌，玩个游戏都能玩出花，多就不要脸啊，多么不要脸的啊！好多这个理论都不知道啊！你狼知道哲学，知道会哲学，会研究过这个所谓的神学啊。但是呢，我研究这个神，并不是大家伙熟知的，就是这种是神理论学，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宗教学。大家伙知道啊？你记住啊，宗教学和神学是2个不同的学问，懂什么意思吧？啊。这个神学呢，它最大的支撑点就是在于世界一切都这么美好，这么的巧合，这么的完美，它肯定对吧？它肯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肯定是神创造的。但这个神至于是上帝、主、耶稣、阿门啥的，还是什么玉皇大帝呀什么的，它就不得而知了啊。
白洞是吧？白洞就是纯猜想。白洞的话，它现在就跟那个暗物质似的。大伙知道那个暗物质和暗能量是已经被科学家所认证的一种猜想和理论。他认为这个宇宙当中有90%多啊，92%全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但是呢，他根本看不到。我跟你们讲，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虽然说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但是真的看不到，而且也感知不到。但是它就是这个，按照现有的物理学，它支撑点就是它一定会有。如果它没有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它一定会有。但是呢，你不仅看不到它，你还感知不到它。就是这个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假设你们玩一个游戏，你玩一个游戏呢，这个游戏告诉你啊，这个简介里面告诉你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在实际玩的过程当中呢，你并没有看到它，地图上也没有它，怎么也没有它，你不知道怎么找到它们，你不知道怎么观测它们，啊，你甚至不知道怎么感知它们，但是呢，是有的啊，这个有的怎么个有法啊就不知道了。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游戏制作者骗你一道，诓你一道，也说不定啊。这个东西就包括你说的白洞，白洞是啥？白洞就是在这个现代物理学里面讲说，既然啊，这个按照我们物理学的认知，假设咱们有一个黑洞，黑洞呢是狮子大开口的，它是由于这个恒星的一个超大质量恒星的尸体，它在变成这个，比如像有的时候啊，他们都知道它是衰亡的时候，由于这个内部塌陷啊，内部塌陷之后呢，变成红巨星之后内部塌陷，它会变成。最次变成白矮星，就像太阳的结局可能就是白矮星，然后呢，再往后就是中子星，中子星呢又有中子星的变种，就是脉冲星。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最后的一种可能就是黑洞。这个脉冲星呢，你们知道啊，就说白了，一个球啊，中心的一个星，它自转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非常的快，最快的好像是0.00043秒。就转一圈啊，非常的快。但是这很多人说这个脉冲星，他说这个，那你是怎么观察到的？你怎么测量出来的？那么它每次转的时候呢，都会发射一个电磁波，这个波呢被这个咱们人类这个观察技术搜集到啊，所证明的啊，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再有一种呢，就是黑洞，这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你们就知道吧？这个黑洞它就很恶心啊！你也知道，你也看不着它。现在咱们这个照片呢，也无非就是它的轮廓而已。它的黑洞里面什么东西，你根本就再见的啊，你根本就看不见的，对吧？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了，看看，然后那个这个白洞的话呢，就是黑洞呢，它就是引力特别大，它就无限往里吸东西。比如说你周围的一切啊，比如说宇宙尘埃，比如说各种小行星，或者说彗星，一切的这个碎渣全被它吸引过去，然后呢，再吸到自己的世界线界当中呢，吸到黑洞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分子的运动速度非常快，不断的加热啊，最后发出了这个，对吧？就比如说光，就像这个咱们看到黑洞照片这个光一样。那既然有一个吸的，那么就会有一个放的。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啊？既然有一个吸的，可能就是有放的。这个就像咱们说这个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一样，对吧？你可能就是有一个，对吧？这个无限往里吸，引力特别大，那个呢就是它是一个相反方向，它就往外吐。又有人说它有这个理论，说黑洞呢吸进去的东西，在另外的穿越点，那个穿越点就是白洞，它就放出来啊，它就无限往外放。还有人说，比如说像那个宇宙吧，大家伙知道宇宙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它的实际寿命呢是140亿光年左右啊，应该是138亿光年左右。它一切的都是来源于大爆炸。很多人说大爆炸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你没办法证明它是对的，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错的。为什么感觉它对呢？我跟你们讲啊，为什么感觉到它是对的呢？因为这个宇宙大爆炸，现在啊，咱们看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宇宙呢，所有的这个星体星系就都是在膨胀，都是在越来越远，它膨胀的速度大于光速。这一点呢，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说那好，既然已知它是膨胀的，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它最开始就是它对吧？你们把它倒放，你们把一个膨胀的东西倒放，对吧？你们比如说，咱们吹一个气球，把气球吹起来，气球越吹大，越吹越大。咱们现在看它吹到这么大了，对吧？咱们把它倒放，
它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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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小到最后就是一个对吧？是一个分子，是一个原子，是原子核，是微子，是对吧？这种小到不能再小的这个量子领域当中最小的东西，小到你无法理解的这个程度，然后随着嘣一声一个大爆炸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它这个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逻辑学来证实，但是它也不能说完全证实这个东西，毕竟谁也没有看到嘛，对吧？那么呢，你想想黑洞就是，那么你想想，如果黑洞它就吸啊吸，它最后它终于把所有的物质全吸到这里。比如说很多人说，那黑洞那两个黑洞在一起，谁吸谁呀？谁的质量大，谁就吸谁。你比如说啊，我这个黑洞那个是太阳的65亿倍 M87 星云的这个，让它如果它碰见银河系的这个黑洞的话，中心的黑洞，银河系中心黑洞，假设是好几万亿，假设啊，咱就开个玩笑，我就是具体数值，咱就是总是比你要多很多。那么我就到最后我把你吞噬了。最后呢，整个宇宙假设变成一个黑洞，它越来越小，它质量越来越大，就质量大，然后它的密度无限大啊，就是无限了，然后它的这个体积无限小，这个时候它实在是绷不住了，砰，知道吧？叮叮当的咚咚当当，浮动娃呀！最后对吧？它很可能就像你说的白洞，就无限往外吐，很可能这138亿光年当中，最开始最开始那个基点是吗？我老叫起点啊。不是 M78， 我老叫起点啊，其实好像据说叫基点啊，就基数的基。这个因为啥喜欢叫起点呢？因为起点跟我们所谓就是中文的这个起点，就是做什么事儿都有起点嘛啊，就是有点相像，所以说我喜欢这么读。其实这个无所谓啊，你知道理论就好啊，这个也怪你狼没文化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它这个你看啊，就会发现。那么你可不可以想到，就是黑洞的内部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宇宙。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黑洞的内部很可能就是一个宇宙。大家伙能理解我说吗？或者说黑洞的这个，它有一个，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啊，它有一个跳跃点啊，这个跳跃点呢啊，甭管是虫洞的理论啊，还是怎么样，就搬到黑洞上来。然后呢，它这边呢是无限吸，它那边呢就是有点4维空间、5维空间的样子，那边的空间呢就是往外释放，有这个意思啊。就包括你看那个有一个大橘猫，就漫威漫画里面有一个噬元兽就是那个猫嘛，大家伙看那个叫惊奇队长，有这个里面设定，那个猫呢，它的肚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口袋宇宙。啊，它就是有个口袋宇宙的，它被誉为宇宙当中最凶猛、最危险的生物啊，这个甚至没有之一，所以说非常的变态。所以说，你说它那个口袋宇宙是怎么来的呢？那很可能，对吧？它就基于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理论来的啊。好，来看看这个，觉得这个尬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首先是这样的啊。你狼讲的我跟你说，没有任何科学家说自己讲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也是跟科学家学的，按照我这个学他的这个角度上，我所涉及到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听了这些科学家讲的讲座，还有他做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纪录片，这么跟你说吧啊，没有毛病的啊，你狼做的是没有毛病的，准备好呼风唤雨，准备好，呼风唤雨。这个时候呼风唤雨血量是最多的，所以说他要把这个兵拖在这儿啊，拖在这儿。如果你说我说的错的话，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说的那些都是他们说过的东西，我没有说这个哗众取宠，我自己编了一些东西往里扔，全都是科学家说过的。我看了很多的纪录片和这个科普，然后呢，我才敢跟你们说。你觉得尬是因为可能这个话不对版啊，就是这个咱讲三国有这个确实挺尬的，但是你狼说的东西呢有没有错咱不敢说，但是至少呢我是按照现有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绝对没有瞎编乱造啊。好了，看看今天我们是第一批看到黑洞照片的人类那可不是咋的啊。很多人老说那个平行宇宙，如果平行宇宙假设平行理论有一个悖论啊，平行宇宙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按照这个平行宇宙，按照量子物理的这个观测手段，
那每一个人他每一个灵魂，他就很可能会创造出无数，真的是无数种平行宇宙，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玩这个地遁书，现在呢已是这个曹操已经被我打的残血了。这个只要呢我点地遁书，他能被石头砸2次，他就死，砸不到他就不死，然后时间到我死。那么我可以选择趁这个时间呢，我给他2套连招，但是呢比较危险。但是我放这个地遁书，我就可以砸死他。那么我砸死他有没有概率？成功了怎么样？失败了怎么样？我点的速度会不会影响？比如说我这1微秒点和下1微秒点这一下，它石头落下来的位置不一样，它有可能会砸到曹操，对吧？就是你光这一个设想，它就有无数种延伸，就更别说今天早上啊，这个你有一个选择，比如说你选择我是坐公交车去上班，还是去这个坐地铁上班。可能你坐公交车上班呢，你在公交车上碰见了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女孩的钱包，这时候呢你上前制止，这个女孩感谢了，因为你不小心被跟小偷搏斗受伤了，这个美女感谢你，然后加了你的微信。若干年后呢，你俩就成为2口子了。但是当年如果你选择坐地铁，你真的在选择坐地铁的话，可能你就没有这一段姻缘，然后你未来的所有的事情，那变化那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那同时呢，就算你当天做了，对吧？当天做了好人，你看见这个小偷，你管了，你没有管，你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或者你管了之后呢，你做好事不留名啊，我没有认识这个女孩子，我不想认识她啊，也有可能。对不对？那这只是一个灵魂，一个生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平行宇宙延伸。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灵魂啊，这么多的时代，比如说当年如果要是吕布也有平行空间的这个能力，假设他也有这个想法，那么比如说就像有的人说，经常有一些故事啊，说那个说这个人类历史上有几次穿越的证据，或者说是平行宇宙的证据。比如说经常就是有人这么说有一个人啊，他没有这个国家，他说他在这个地中海附近啊，或者哪个海附近，爱琴海附近什么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很多人没听说过啊，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个国家。他说我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啊，你看我还有护照还有啥的，当然也不凡可能有造假的啊。然后结果这个人呢，就是被关押起来之后呢，在激流市，不是关押，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等等我去查一查。结果呢，这个人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当然这是一传说。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经历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然后坐航班准备去这个某一个国家啊去出差，结果呢他去了之后呢，他一看整个这个机场全都是那个法西斯的那个旗啊，全都是那个咱们说那个就是希特勒法西斯的那个旗。然后呢，他会发现世界还是被法西斯所统治，然后呢，结果呢，他突然一打愣啊，这个事儿又不存在了啊。他当然这是个故事，那有没有这种可能？说当年这个对吧？当年这个刘备没有输啊，刘备对吧？一统江山之后，这个蜀国也就是所谓的后汉，他对吧？他建立起来了啊，立这个诸葛亮为丞相，然后自己是对吧？这个后汉的第一个领导人，然后刘禅。然后再往后怎么样啊？最后没有被这个晋朝所灭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后汉呢是平了所谓的当时的这个魏朝啊，还有吴国，统一了中国，然后影响了未来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晋朝的八王之乱呐，什么东晋、西晋呐，南北朝，那你想想这个数据得有多大啊？这个数据啊，就你想一想啊，得有多大？每一个在地球上活着的灵魂，包括猫啊、狗啊、蚂蚁啊啥的。那得多大？所以说平行空间它这个他妈的你有点理解不了了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讲到这儿，很多人说那秒杀在哪儿呢？秒杀还得在倒数第2关啊，秒杀在倒数第2关，还有最后一关，这个秒杀很难受啊。最后一关的话，大家伙都知道，用这个招安状，然后魏延啊，用电剑可以秒一道的啊。所以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平行宇宙吧，它多少吧，它还是有点玄幻成分在里面，就有点像超体就牛逼。你看那个超体啊，就是那个斯嘉丽演那个，就是黑寡妇演那个超体，也是一
也是一个科幻片。这个超体呢，它讲啊，就是这个啊，这是第一个人类呢，据说叫什么叫露西啊，露西对吧？啊，是一个大猩猩啊，就是始终在强调这个事儿。然后呢，说这个如果要是人类的这个大脑利用率是在100%的话，然后怎么样？但是呢，人类大脑利用率在多少呢？只不过是一个猜想。它不仅没有被证实，甚至还有被一些主流的科学家所提出来说这是完全假的啊，完全是假的。你没有证据说这个大脑利用率是多少的啊，你只不过是猜想。很多人就说这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想编的这么一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啊。而且它这个甚至没有很多的科学理论去支持。又有很多人说这个海豚啊，你比如说海豚为啥那么聪明？海豚的利用率，海豚的大脑呢没有人类的发达，但是海豚的利用率是20%啊。爱因斯坦的利用率呢是这个普通人类的多3%啊，就是3%就很牛逼啊，怎么地啊，有这个说法啊。还有说这个，比如说像有人说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这个特斯拉，说特斯拉呢，他这个大脑利用率呢，就是跟外星人交谈啊所开发的啊，就是很厉害。这个反正这个说法啊。我的大脑听小狼吹牛逼讲退化了。其实吧，很多电影吧，如果是超级英雄类的漫画呢，它主要讲的是超级英雄的这个，对吧？超级英雄的这个能力啊，以及这个有很多人讲人性。通过超级英雄的这个超级英雄啊，他都有可能会失败，他都有可能被打败。所以说啊，你看看这个人性方面上啊，这个关于他讲哲学。啊，有一些神学啊，有一些神学，比如说造物主啊，很多人都看那个九界之王那个奥丁，他无非也是当年征战了啊，征服了9界，他并不是所谓的创世神，他只不过是啊，这个成立黑社会组织早一点，然后对吧？这个建立了9界的秩序啊，征战了很多人，当年和他的那个海拉嘛啊，就按照漫威的说法，对吧？很牛逼。好的，那么你看到这个秒杀，咱们原来是秒杀沙摩科。在呼风唤雨，招安壮秒杀沙摩科的玩法，咱们看看。那这样的话跟魏延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好的，杜坑角呼风唤雨，咱们这呼风唤雨无限秒，我操！我的发！我操！我颠覆了，兄弟们！我颠覆了，这个爆炸了，兄弟们！我说这个好牛逼的！招安壮接呼风唤雨，这个谁想的？以前真没有人想过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有东西的兄弟们。他是利用招安壮、杜康九秒的这个。就是九节杖招安壮，然后杜康九呼风唤雨，就是当然不是杜康九，他是先暴气呼了之后，然后再说的啊。设计了很多次啊，这个我没做过，的，没有啊。这是119版天王难度，是在6天以前婷婷传给我的。是狠啊！九节杖对呀，一个九节杖是在第2关的那个反路，一个九节杖是在吕蒙那地方啊，这是2个九节杖。点录像点了，这时候确实点了啊。我们看这个。漫威啊，其实属于伪科幻，它有科幻的理论基础在里面，但是它属于伪科幻。但是呢，你要说看这个很多科幻电影嘛，就难受了啊。我就看那个纪录片里面，除了像宇宙那个纪录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黑人讲的那个啊，我挺喜欢看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个纪录片叫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外星人的，就是远古外星人。为什么叫远古外星人呢？像咱们就是地球上的人类，通过考古，然后这个
这个发现的一些就是它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它比如说你像有很多，我看那远古外星人里面有特别牛逼的这几个例子，比如说像比如说像什么埃及金字塔呀，什么复活岛节的那个头像啊，这个复活节岛上那个头像啊，这说的有点皮。还有就是在这个南美的这个热带林当中呢啊，就是有这个绝对规则的这个纯圆体的这么一个石头啊，这种石头粒子，它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如此精密，就是搁现在的科学也没有办法做成完全精密的这个圆球体的这个实体，就是石头做成的。当时是怎么做成的，他不知道，而且根据科学观测，它这个时间很长，就已经确实是很远古的，几千年以前的。还有一些壁画啊，包括像这个有哪个地方它那个裂纹，包括就在空中鸟看见有这种巨型，有类似于像外星人的这个画像啊，你从坐飞机一看可以看出来，还有麦田怪圈等等。但麦田怪圈吧已经被证实了啊，有多个麦田怪圈都是为了噱头啊，这个有经过证实的，但是还有大多数没有被证实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等等。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站着腰疼不说话。他说的这个纳斯卡线条是吧？这个纳斯卡线条是不是啊？它根据什么东西是几千年前的啊？它根据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埋葬它的地方的当地的这个土地勘测，包括它这个纹路以及它这个石头这个比如分析它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东西咱们不是那么科学，但是很科学，只是咱不知道它那个科学，咱没法。其实你狼哥的这个理论知识啊，狼哥的这个科学这个点，就是找不到这个事，咱没法跟你说。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今天咱们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如果大伙儿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同时啊，大家伙儿都知道啊，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小狼解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啊！天遁书。好的，看看。哎呀，被冰了吧？天王难度的很疼的啊！来了，那个男人来了是吗？啊！好的，感谢我们的梦龙谷啊赠送的办卡，烧他一些不容易。天遁书啊，人遁书，5下，好了，真的烧5下，还能烧6下，感觉最多还能烧6下。天遁书，炸花，大莲花。牛逼的啊！我不敢，我告诉你，我不敢那么装逼的学你样。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要真说学的话，我放开了学那老淫荡了。我现在不敢大声说，我大声说吧，我他妈楼底下就打我。你们应该看到我记得好像是10天以前，我每天晚上都得学好几次。那个时候我是老太太没跟我说话，知道没跟我媳妇儿那个聊微信。真事儿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像的，就贼尖锐，贼真的跟一只嘚逼鹤似的，搁那哇哇的啊，就是邻怕党，知道吧？怕邻居党。哎，对，很多人问这个圆周率的事儿，圆周率也是挺狠的啊。圆周率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我看那个金字塔也是，那个金字塔吧特别屌，就是金字塔里面就有圆周率，而且他就说计算的啊非常的精确，非常的精确啊。他这个3.1415926553
啊，这个数字非常精确。据说当年咱们这个祖冲之啊，他算的也是非常精确。祖冲之用什么方法算的？现在不知道。很多人说祖冲之算出来的，他就是历史证明是他算出来的，而且确实他算出来的。但是用什么方式，没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祖冲之怎么算的那么精确。他比那个化圆的那个欧洲的那个3.14那个还要准确的很多。当年欧洲人为了方便，他就强行把那个圆周率变成3.2，对吧？就是他不想变成3.14了啊。割圆数，那个金字塔里面那个那么精确，割圆数不好割的，割圆数哪有那么好割呀，兄弟们？割圆数，我记得当年。你现在想想，你算起来都麻烦，他得割多少次才能割出3.14159653出来，对吧？我跟你说啊，其实咱们中国很多的数学家之所以没有出名，就是因为咱们没有这个阿拉伯数字啊，没有那个方程，不知道怎么没有阿拉伯数字怎么解方程，这个特别的搞啊，这个特别的搞。就简简单单的2元一次方程，咱们这个中国的解法跟外国的解法不一样，这个解法不一样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好了，看看，然后金字塔是一个啊，胡夫金字塔是吧？这个金字塔是一个，然后再有这个。你像好多人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说的那个，关于这个，就是那叫什么那什么线条？刚才有小伙伴说了，也是啊，不好整啊，就感觉他妈的，确实你按照人类的想法和能力也不好整不出来的啊。现在就是你别说坐井观天还是啥样的啊，包括很多人说按照这个地球也许有高等智慧存在过，只不过咱们没有发现遗址啊。还有人说地心里面有人在住人啊，有人在地心里面住着，对吧？这个也说不定啊，反正是这个意思。人类能不能变异啊？也另说，对吧？人类从野蛮人变成了现在的所谓的文明人。体毛呢，从以前呢非常丰盛啊，到现在的顶偏就是体毛重，像大老外那种啊，胸上长点毛啥的，也就退的差不多了。你像你狼体毛其实也算是不算太重，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都是有这个退化的啊。那智力呢也是有增加，因为人类的知识的储备量啊，这个会越来越多。咱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学科。咱不管任何的一个学科，咱们就说这个历史吧。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学的历史呢，中华历史呢，上下5000年，往前盘古开天、女娲伏羲啥的，咱这也都是传说了然后学到什么，对吧？都知道这个夏商西周啊，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啊，等等啊，你就讲到这个与唐宋元明清啊，民国时期，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到现在啊，2019年。那么1万年以后的人学历史怎么学呀？你们说呢？1万年以后怎么学历史？他要把这1万年的历史还要再学上啊！比如说2019年4月10号，就是今天，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啊，这不是发现的，人类合成的第一张啊可观测黑洞的照片啊，这就是一个考点，对吧？那1万年要发生多少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没准还有，对吧？第 N 次世界大战等等。啊，第 N 次非核打击式世界大战等等啊，对吧？你这个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核打击式世界大战的话，那肯定是毁灭了啊，那不用说了啊。所以说这个历史储备量就变得非常多。再有呢，你比如说你学的很多的科学知识，对吧？比如说计算机语言，你就会考虑到计算机语言有什么啊？我们有啊，对啊，我们有这个最开始我们学 C 语言啊 ，C++什么。啊，各种代码啊，我们又学 Java 啊，又学 PHP 啊，怎么地啊？未来还有更多的啊，人工智能怎么样？我怎么让计算机服务人类？怎么学这个东西啊？小狼解说作为这个中国5大名著啊，对吧？中国5大名著啊，《西游记》、《红楼梦》啊，《水浒传》啊，《三国战记》，还有这个小狼解说精选啊，并称为中国5大名著啊。这都考点
对吧？就敲黑板啊，这个点背啊，这点背，哈哈哈哈！好的，看一下孟获啊，咱们提前进密室了，孟获只能秒一个，那还有一个要秒。只记录重大事件，那重大事件也非常多呀，比如说1987年，对吧？1987年10月9号，你们对吧？著名的这个科学奠基人啊，这个哲学家、这个历史学家，还有这个天文学家，还有这个思想家、政治家，以及这个对吧？以及这个演员啊等等啊，脱口秀主持人小狼诞生了。怎么说？好的，看看这个血量，这是4招仪式，血杀。追地下蹲再血杀，我靠，2追就死了，太狠了啊！小狼，到时候小狼去世的时候啊，咱不是伤不自己去世，人活100年哪有不死的，对吧？对吧？这个100年之后，你狼这个去世之前啊，咱们这些房管啊，集体过这个默哀的时候啊，我建议你们去买一对那个鸵鸟的翅膀啊，买一对那个鸵鸟的翅膀。就生翅膀啊，你就直接放在我那个后面给我粘上啊，给我粘上，拿502给我粘上。到时候等我这个小狼墓被挖出来之后啊，我让他们怀疑人生。哎，那些考古学家呀、科学家呀就懵了啊，这什么啊，这妈的怎么长翅膀了，扑了蛾子，对吧？1987年10月9号。其实我不是10月9号出生的，我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我是10月19号啊，我是10月19号，但我身份证上为啥写10月9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年代的这派出所给你做那个户口和身份证，老是给你整错，我真不知道啊，你就但凡谁都有错的，老嘚儿了啊。咱不火化，你狼是非常纯洁的人，不会对于对这个有污染的啊。左慈转世，火化了，那不太好啊，对吧？死亡的那一刻，你的感受是什么？据很多已经死亡的人，就是濒死的人，但是又救活的人，他说他会看到幻象，会看到地狱的景象，然后呢，又会在自己意识模糊的时候，就像放幻灯片一样，把自己的人生总结一遍。啊，从出生之后人都干了什么？一些经典的时刻，就像这个比如说咱们用诸葛亮打通关之后。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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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咔就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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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排名第一，然后嫖妓大将军，然后车骑将军，然后什么将军啊，这个梆梆梆梆梆梆啊，就这个非常凶啊，就是会放反灯片，据说是这样的啊，我也不知道。而且有科学家说，灵魂是有重量的啊。灵魂据说是有16克的重量，咱也不知道他咋算的，反正是。好了，看看，咱们帮一半就断气了，你们啥呀你们啊？好了，咱们看一下，直接走魏延路了啊！直接走魏延路，不考虑那个骑马的了啊！我骑着那个骑啊，嫖妓大将军，21克是吗？啊，那我记混了，啊！这个甭管有几克吧，说句实在话啊，几克都不重要。其实啊，你比如说按照咱们现在看这个2次元的人物呢，没准啊，他也是真实存在的，对吧？他意识不到他只是一个漫画里的人物。比如说你像咱们看漫画里的死士，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漫画人物，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漫画人物，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漫画里当中的漫画，还有人在看的这个漫画的是有人写的，那就不知道了吧，对吧？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啊，你像你按照我的理解，那如果说是这个，你像咱们没准也是生活在别人的故事里呢啊，
没准咱们也是 NPC。但是如果要是我是一个 NPC 的话，我一定要做一个快乐的 NPC。你看咱们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一种平行宇宙，对吧？这个宇宙里面诞生了诸葛亮，这诸葛亮玩的非常的菜，就像我一样被夏侯渊直接打死了啊 ，game over 了。但是在另一个宇宙呢，有一个叫婷婷的搁这玩诸葛亮，还大海无量，还秒杀沙漠柯，怎么说？楚门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科幻片儿，大家伙永远都不要啊！但凡说楚门世界是科幻片儿的吧，你只能说它是一个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片儿啊，一个讲人性啊，一个讲这么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片儿，它跟科幻没有关系，对吧？它跟科幻没有关系。而且你想想，科幻片儿，你只能说是一个科学片儿，跟幻啊它就没关系了啊。它这个是可以理论上可以实现的，就是楚门的世界这个可以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它有点有悖人性啊！凭什么这个小孩就要从小被你们骗啊？凭啥？但是也不能这么说，没准现在咱们都被骗了呢啊！很多人说啊，就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发现外星人？其实人类不是没有发现外星人，是人类根本发现不了外星人，因为人类就本身就被所谓的外星人关在一个叫做太阳系的一个叫做一个展览馆里。啊，太阳系就是一个展览馆，对吧？这个，甭管说是未来的人类也好啊，还是说外星人也好，他在模拟一个环境，模拟这个生物，对吧？进化的环境，可能在咱们眼里呢，咱们进化了40多亿年，地球呢啊，这个将近50亿年啊，40多亿年，咱们进化出了灵长类的动物啊，在他们眼前可能也就是一瞬间啊，可能也就是1-2个月、1-2天，或者是1-2个小时啊，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是啥呢？大哥，你贪那个小龙干啥呀？这个诸葛亮真是无敌了，进屋吧！老姑父，你这是比我呀？真是的，还搁那磨磨蹭蹭的啊！张灵剑不要了啊！好了，看看，就是展览馆啊。你可能时间这个还有就时间的概念，很多人有这么一个传说，对吧？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也许按照咱们所谓的这个，按照咱们所谓的这个设想，那就是这样的。你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因为没准就是咱们的这个创造者啊，造物主啊，最起码是创造人类的这个造物主。当然，你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咱们是外星人创造的假设，那么外星人又是谁创造的？很多人说神啊，神创造的这个人类啊，那么神是谁创造的？你又不知道了。灵魂又是打哪来的呢？为什么又有可恶的灵魂，又有可爱的灵魂，有善良的灵魂，又有对吧？又有这个邪恶的灵魂，有天使就有恶魔。那么天使是谁？恶魔又是谁？他们又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很多科学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科学家已经通过理论和逻辑学去证实，说，既然人类的社会这么秩序啊，就比如说对吧，这个宇宙这个物理学这么稳定。他就在想，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对吧？那这个一定是神的安排，一定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宇宙啊，道生对吧？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他这个意思。那么那道又是谁创造的？神又是谁创造的呢？对吧？混沌始祖，对吧？领悟了盘古睡醒了。也不知道从哪拿了一把斧头，敲重点啊！敲重点。盘古睡醒的时候，不知道从哪拿了一把斧头，回手一劈，劈开了天地。请问那个斧头又是谁创造的？不要个脸啊！好了，天遁书。嚯嘿，渔猎。咱们看啊，张灵剑啊，咱们看看，撒，傀儡娃娃定住，先手一个呼风唤雨，咱们看先手一个呼风唤雨，这是最高血量呼风唤雨，张灵剑，3个张灵剑啊，血杀，单 A 一点，炸花一根爆气，下蹲。呆，好的，漂亮，时间单秒，哎呦我去，
不扯魏延的事儿啊，不扯魏延的事儿，就是秒这个司马懿，哎，反正我有太阿剑，我屌你的喽！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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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曹操啊！今天真的是给你听懵逼了。我跟你说，你狼哥真的是，你以为你狼哥只是一个游戏解说呀？你以为你狼哥真的就是只有蹭这帮人解说这个本事吗？狼哥有点东西，狼哥专门做脱口秀的话，我心怀宇宙的，告诉你，哎，我这一个石头砸曹操90多滴血，我操，服了啊！牛逼吧啊！说句实在话啊，婷婷是有东西的。好，哈哈哈哈哈！咋啥时候变成瞎扯了呢？这都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吧？啊，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是？讲讲无间道呗，无间道，这个无间道其实讲的是人性啊，无间道讲的是人性，这个黑社会的秩序，还有关于这个对吧？这个卧底啊。主要很多人说到底主角是谁呀？无间道主角其实是刘德华的啊。血杀，好的，感谢我们的刘涛哥，直接一手办卡啊！刘涛应该是长沙的兄弟是吧？当个主播真是屈才了，你又来了啊！其实吧，这个不是你应该说当个游戏主播吧。你没有办法呀，兄弟。好的，先不扯了啊！你看啊，开始回放了，人生回放啊！这个游戏币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这游戏币自从投下去，拨了一下那个投币点啊，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将它这个币子从游戏机里掏出来，掏出来之后呢，回收到老板这儿。那么下一个玩家他拿这个币子去投，那么会玩成什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体上讲就这样了。